你好，我是武石家。现在我手上这个小小的塑料盒是一个固体的除湿器，可以放在厨房、浴室的储藏柜里面，或者在卧室的衣柜里面，用来除湿、防潮、防霉、去除异味等等。这样的从类产品有很多，价格也不贵。那么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？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10几天来的测试结果，并且根据这些结果，探讨一下这类除湿器的最大的除湿能力。这类除湿器的核心是它的固体除湿剂，白色粉末状的无水氯化钙，化学式为 CaCl2，它很容易吸收水分，变成晶体状的水合物，同时它很容易溶于水里面，对人畜安全无害，所以很适合家庭使用。这个除湿器里面装了300克的除湿剂，我将它放在厨房水槽下方的储藏柜里面，每天取出来，这样称一下重量，然后马上放回去。这就是我简单的测试过程。重量的增加意味着除湿剂氯化钙吸收了空气当中的水分，也就表示了除湿量的大小。这里是放除湿器的具体的位置，这个储藏柜里面主要存放一些平时的洗涤用品，一些小工具和炊事用的容器等等。每次用完的物品表面可能留有一些水分，所以一起带入了储藏柜里面。现在测试的这个储藏柜里面平时很干燥，没有潮湿发霉这个问题。这有2张图，左边图表示出了总的重量，右边这张图表示出了除湿量的大小，它们随时间的变化。总的来看，除湿量与时间呈非常明显的线性关系，而且除湿的速率也非常稳定，每天除湿大约 2.5 到3克，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这样1个月就可以除湿80到90克，2个月就是160到180克。另外，每天开门关门的频率似乎对除湿量影响不明显，因为周末比周间开门的次数明显要多很多。还有除湿速率每天 2.5 到3克比较小，开关门扰动又很小，这意味着很难快速的除去临时带入的大量水分。所以即使用了这种除湿器，我们刚洗完的物品在放回储藏柜里面之前也要擦干水分，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依靠除湿器来干燥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，300克的无水氯化钙最多能从空气当中吸收多少水分呢？这与储柜里面的空气温度和湿度还有关系。我们可以根据氯化钙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计算，这个表上的数据是我得出的结果。在常见的室内空气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，无水氯化钙一般含水量呢是低于 5%， 它的最大的除湿量以单位每100克的氯化钙的除湿量来表示。气温越低，空气的相对湿度越大，那么除湿量也就越大。在常见的室内温湿度范围以内，15度到30度，60%到80%的相对湿度下，每100克无水氯化钙的最大除湿量为200到500克的水分。所以无水氯化钙的除湿能力还是很强大的，这就是它为什么广泛的用于工业除湿的主要原因。那么300克无水氯化钙最大可以去除600到1500克水分，这是一个不小的量，对吧？从我刚才的测试结果来看，除湿速率过于缓慢，应该设法加速除湿速率。如何提高除湿的速率呢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下期视频。好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